中国大陆在发展这个 AI 的晶片啊，发展非常的迅速。前一段时间刚上市的木犀啊，拥有的是中国大陆第一款通用 GPU。现在摩尔线程站出来挑战它，是木犀以外的第二个。而它用所谓的花岗架构，其实就是 GPU 设计的架构。它中国大陆因为没有台积电帮它加工，所以即使中芯国际在做的时候，它硬件的技术老是有天花板，就是卡住，耗能特别高，然后速度特别慢。我硬件到不了那个水准，我就在软件上面的架构更改我的设计。好，接下来科技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我们赶快来关心，这个是一个最新的突破性的消息，摩尔线程华山出鞘哦。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它的黑科技，这一个叫做花岗的 GPU 加持之后可以对标的是辉达的 Blackwell， 可以斩断辉达的 Q 打护城河吗？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摩尔线程在这几天发表了这个开发者大会，丢出一个震撼弹，大家在看到它上面这个发表会上面，除了有产品之外，另外就是一份对准辉达，也就是美国科技霸权的这一份公开战帖。战帖是什么呢？赶快来看到，才完成了 IPO 之后，摩尔线程才隔几周的震撼弹。赶快来看到，它是以亮出了超过500项的授权专利，打造出一个全新的 GPU 架构，这个叫做花岗。好，这个黑科技今天带观众朋友稍微来了解一下它是什么。有什么样技术上的提升呢？包括在运算的密度上面大幅提升了50%，能源效率则是最高可以达到10倍。重点是它也可以一次撑起超过10万张显示卡的 AI 算力重集，是为了这个 AI 训练啊，还有它这种推论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设计。摩尔线程还一次推出了3款重量级的新产品，总共是3张牌。第一张牌就是华山，这个呢是说是对标了 Blackwell 之外，它这边主打的就是 AI 的讯推一体、超智融合记忆体。存取容量更是超过了 Blackwell。第二个，它的第2张牌就是庐山，它的游戏卡的性能大幅提升了15倍。最后第3张牌是它推出的长江，整合了 CPU 加上 GPU。那刚刚讲的都是在这个硬体的部分，软体的部分也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 Musa 它同步的升级，它被视为是未来是可以取代辉达 Q 打的一个重要方案。如果它全面自主化的话，等于 AI 领域是可以取代辉达的。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摩尔线程刚刚讲的亮出的2个新黑科技，一个是花岗，一个是华山，厉害的地方真的能够挑战 Blackwell 吗？还有辉达重返中国大陆之路，有可能就这样被封死吗？委员怎么看？中国大陆在发展这个 AI 的晶片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发展非常的迅速。而前一段时间刚上市的木犀啊，它是拥有的是中国大陆第一款通用 GPU， 其他的都不是通用 GPU， 包括华为做的也是 ASIC 的 NPU， 通用的 NPU 这样子而已。然后对于这个辉达，因为它用这种通用的 GPU 啦，独霸全世界。现在摩尔线程站出来挑战它，是木犀以外的第二个。而它用所谓的花岗架构，其实就是 GPU 设计的架构，它取了很好听的浪漫的名字叫花岗。其实跟岗没有关，跟花也没有关啊，它就单纯的一个新的设计架构。这个架构有什么特色呢？它在克服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中国大陆因为没有台积电帮它加工。所以，即使中芯国际在做的时候，它硬件的技术老是有天花板，就是卡住啊，耗能特别高，然后速度特别慢。所以他讲说，我硬件到不了那个水准，我就在软件上面的架构更改我的设计，那我就可以形成所谓10万卡大规模这个集群运算，10万卡，我10万张摆在一起的效能，跟你一张跟你比输你，10万张比起来跟你差不多。未来50万张、100万张，那考不好就可以超过你哈。所以它是一种改变架构来这个弥补那个硬体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所以它把它取名叫花岗。根据这个花岗设计的架构，它产生出来2款晶片，一个叫华山晶片，一个叫庐山晶片，现在可能是阿里山晶片哦。这个华山晶片是纯粹做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跟推理的。我们上次讲过训练跟推理有什么不同？那现在因为他知道它的训练跟推理的在图形渲染上还是有它晶片技术上的缺点，因为对
辉达来讲，它是一款晶片打遍天下，你图形 OK， 推理训练都 OK， 所以它单独的弄出一种图形的渲染的计算的，叫做庐山，叫庐山。所以2张卡把在计算，然后它从 Blackwell 得到这个概念。那我把 CPU， 因为每一个都要 CPU， 它只是 GPU 为主，要把 CPU 把它绑进去，所以就出现的 System on Chip， 我们叫 SoC。那 SoC 应该中芯国际做得出来了哈，或者长江存储应该有可能做得出来啊。那以这一款来做的话，它现在正式推出来。那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建立生态系统？什么叫生态系统呢？这个各种终端设备都能够跟我连线，那各种 APP 或各种其他程式会架构在我这个晶片上面，对啊，看有多简单讲，有多少人一起来用，我就有多大的市场。然后越用就越纯熟，越多人就越熟悉我的花岗架构啦，啊，或者我的 Musa 这个软体系统 ，Musa 就是它的操作系统，它跟 CUDA 一样都是操作系统。那如果我用的人多，我规模扩大了以后，我就会占有一席之地啊。那现在全世界当然是以辉达的 CUDA 做标准，那这个摩尔线程。很有志向，武功练成啊，下山一拼，我觉得很好，应该大家都给他鼓励。但能不能完全取代这个辉达，我觉得还是有难题啊。第一个难题就是说，他在中国大陆里面哈，要先经过内卷，有那个华为啦，有木犀啦，有这个摩尔线程，未来搞不好还有必润啊、穗源啊。他们怎么都取了一点像《封神榜》的名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哈。然后这些东西如果形成一个很大的生态链的话，它能不能在中国大陆内卷脱颖而出？那脱颖而出能不能走到国际上去跟辉达竞争？那在中国大陆市场上面，当你还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竞争的对手，比如说我现在是亚洲奥运，我现在去跑这个奥运，对不对哈？世界奥运，那如果到那个程度的话，他就取得了跟辉达全面竞争的一个门票。那如果打赢辉达，他就变成一个世界级的股票大王。好，确实哦。那所以 Musa 目前为止是要先在国内做一个竞争，接下来才可以看能不能跟辉达再做一个竞争，就是 CUDA。因为现在辉达其实最担心的确实就是 CUDA 被取代。那我们看到 Musa 它在升级的同时，它是可以透过程式码直接转回 Musa 的格式的。那让另外一方面，开发者也不用全部重写，这个是 Musa 它等等它目前拥有的一些优势。杨老师又怎么看？CUDA 其实是NVIDIA 针对它自己发展出来的 GPU， 这叫做通用图形跟计算模式的这种称呼。它是作为平行计算平台跟程式设计模型，然后让开发者能够用 NVIDIA 自己的 GPU 来达成这些通用计算跟图形的功能。那 Musa 现在发展出另外一套的，就是说比他认为说可以跟他相比拟的。可是我看到大陆这边自己本身的就是研究哈 ，Musa 跟 CUDA 之间的差别从3个层面。第一个是技术代差多少呢？他们认为至少还差2-3代，也就是他们认为差一个摩尔线程，就用一个摩尔线程过去这10年的5年来的这个功力，还差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然后你看到摩尔线程用的是14奈米，而就是 NVIDIA 已经用到了是4奈米，摩尔线程用的是12奈米。那在生态建设上面呢，整个生态环境就所有的这些相关应用的层面，它差2个摩尔线程。那这个差的就更多了，对，因为你光是在技术差2-3代，你在整个生态运用层面差的就更多，因为它才刚出来嘛，而且5年来才做到，就做到什么？做到 NVIDIA 过去10年来走的路，NVIDIA 差不多是16年、17年，然后呢，在18年左右的时候才出现最新运用的 AI 这个 GPU， 所以摩尔线程其实是这个快速超车是没错，但是还有一代差距。然后呢，在产业链的自主第3个层面呢，又差一个摩尔线程。也就是说差大概5年的时间，大概整个你就看到其实有一段差距了在技术、在生态、
在这个产业链指的也会是在应用的这个层面。不过他们还是强调，以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内部的市场以及政策的提息，还有就是摩尔县城跟相关的这些中上下游，它过去的几年的快速超车的成效，我看到这2天在大陆召开就是两岸企业家峰会，那有一些台湾这边的这个企业家的观察是，未来3到5年，中国大陆会在 AI 晶片会有更快速的突破，所以讲的大概就是摩尔县城跟其他相关的，还有新凯莱，那指的是仪器的层面。是好，所以这一场中美科技战，我们刚刚看了，除了比较中美之间的这个软硬体之外，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大陆还有的优势就是现在在能源的发展上面，不管是它的发电量，或者是它的整体的成本，其实都是比美国还要更优势的。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发电产能是3300 gigawatts， 那美国是1260，整大陆是多了2倍。成本方面，大陆是1度电3美分在内蒙古，美国的维吉尼亚是7到9美分。美国还有机会翻盘吗？在这一场中美 AI 大战上面，吕县长怎么看？无论是辉达的 CUDA， 或者是摩尔县城的 Musa， 不管你要是哪一种，你要成功的运作，你都要依靠的是电力。如果没有电力的话，万万不能。为什么？我们从这张图，也就是美国那个从2010年到2026年的一个电力需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原来的这一个都是线性发展，可是到了2023年之后开始跳跃，那也是爆发式的成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经进入了 AI 的一个世代了哦。那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之前2022年，那这个时候还是拜登这个时期。拜登强调的是什么？他使用的是洁净能源，也就是再生能源来填补这个需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川普，他是这样吗？他完全不是，他认为这样太慢了，所以他完全不信任这些洁净能源，他要的就是核动力。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认为美国要盖非常多的大型的核电厂，反而不是，它推出了非常多的小的这个核子反应炉的这一种设备，这种设备配合的是什么？配合的也就是它的资料运算中心，需要电力的时候，你就装一个核反应炉。那这个核反应炉是不是安全？那我们先放在一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中国大陆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发展一直都是东数西算，也就是它在东部，也就是沿海这边，它形成数据，然后它交到把这些透过快速的光纤交到西部去运算。为什么？因为西部才是真正产出电力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关于风力的部分是在内蒙所形成的。我们看到冬天不是东北季风南下，内蒙就是第一站。那另外有关于光电的部分，内蒙跟新疆都是。那有关于水力发电的部分，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西藏以及云南。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洁净能源哦。中国大陆也因为如此，所以它的电力来讲是便宜的多，比美国便宜的多，而且它还在尽量的开发，也就是它未来的有关于无论是数据的收集以及运算部分，绝对比美国更具有竞争力。好，这一节中美之间在科技战，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它的 EUV 原型机正式的曝光了。西方神话等于破防了吗？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中美科技是否正式进入脱钩倒数，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来做讨论。第一个 EUV 一直都被中国视为是，一直被西方视为是中国一直过不去的一个门槛，但是没有想到如今呢，原型机正式的现身了，代表西方神话破功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EUV 的出来啊，其实是在相当艰苦的一个环境之下出来的。几个条件包括它是零进口的，而且是在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下，所以出现了这个 EUV。
代表说美国的科技封锁制裁是不是失效呢？最后也会来关心，除了 EUV 有这个正式的突破之外，今天我们会来看到算力三雄的崛起，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了要打造完整的红色晶片链了吗？中美科技脱钩是否进入倒数？好，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科技界震撼消息，而且报道来自的来源是来自于路透社。路透社西方媒体做的独家报道说，中国大陆现在深圳这个地方进行的是一个非常高度保密，而且是举国都动起来的一个超级大计划。这个计划呢，被称作是曼哈顿计划，主导者是这个习近平的亲信，也就是丁薛祥。他们预估呢，2025年初就已经打造出了这个第一台的 EUV 的原型机极紫外光机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来源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也不限于过去好像只能做 DUV 而已。现在它已经确定了能够稳定的产出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源的一个实体的设备了。大家要知道，这个目前呢能够供应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的，就是这个艾斯摩尔全球唯一的供应商哦。而且呢，当初他打造这个机器的时候，花了非常大的心力，烧了数十亿欧元之外，2019年花了非常久的时间，高达20年的时间，才在2019年勉强商用出来的这个 EUV。现在看到说，大陆不到10年，恐怕就会被反超吗？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候就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EUV 吗？如果真的成真，也代表正式打破西方认为 EUV 是中国永远过不去的一个门槛。赖老师怎么看？当然这个是一种不具名的一个报告了哈。所谓的报告是说他们采访参与这个极机密的核心人物的工程师，然后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身份证件，他的诉说。我个人的推断是他要接触到这些工程师不容易。既然是换了身份证，而且身份级保密，而且整个设备都是在严密的警卫的管控下，那这个记者怎么能够接触到这一位工程师？而这位工程师怎么愿意跟他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如果按照这个媒体所说的，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就是因为相当有可能他会牵涉到美国的法律的惩罚或者制裁的问题所以才要换身份证。那他为什么要接受一个采访去告诉给自己担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想这个报道所引用的，他直接贴身问到这位工程师，我想这是假的。但是我觉得业界里面的消息是真的，也就是说这种传言事实上是真的。也就是说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有这样的一个极紫光，因为这个极紫光的这个 EUV 的这个讯息，事实上大陆官方也有隐隐约约的也有透露，也有讲。可是这一次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说，中国大陆已经第一次发射出极紫光源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突破，是在这里。我想他们这次报道的就在于说，这个光已经可以打出来了。那这个光能够打出来，在大陆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其实，在 ASML 来讲，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只有把这个光源打出来，它才能够开始做修正嘛，开始做优化，然后让它能够产生非常细的刻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接着就是想办法优化的问题了。所以 ASML 他当然会紧张，那当然他认为说2028年太快了，他的推断是认为2030年，所以他的推断是中国大陆应该是做出来了，但是不会到2028年这么快。因为要到商业运用量产，他的估计是2030年。可是你知道，常常欧美人的估计是根据他的经验、他的知识来去作为支撑的。我记得台湾有一位这个台积电的某创始人他当时也估计这个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要赶上要到5奈米或者7奈米，他认为不会很快，他搞不好认为还10年还几年都说不一定。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多久7奈米就走出来了。现在开始往5奈米、4奈米的方向在走，这代表什么？用个人的过去的西方人的经验来看中国问题，常常都会马失前蹄。是。那因此
这位 ASML 的 CEO 他估计2028年可能性不大，2030年可能性才有。那很有可能他也会马失前蹄，说不定不到2028年就做出来了。好，那同样问题呢，委员又怎么看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报道的真伪性，那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有哪一些技术关卡是大陆要突破的？还很多了，还很多哈。这个目前报道说已经做到13.5奈米的极紫外光，因为极紫外光不是自然界的光线，是人造出来的光线。是。而且它是在真空中把那个锡变成这个气态的小锡晶球，在真空中用雷射照射，使它产生这种波长只有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所以它是一个任何东西都会被吸收掉所以不太容易运用的一种光源但是它可以刻画出什么3奈米、5奈米、7奈米的这样的一个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它的厉害是在这里，而且非常清楚的显眼，那有关于中国大陆做出13.5奈米极紫外光的这种新闻已经很久了，就是说你这个光线能不能做得出来是第一步嘛，可第二步现在有点比较困难，就是说你要把它收集起来，把这个极紫外光收集起来，然后经过多重镜片反射。它几乎不能够任何东西吸收，所以一定要用特殊镜片来反射。目前这套特殊镜片反射的系统能够比较精准，可以到达用来做光刻机的，目前只有一家，叫做德国蔡司光学系统。对啊，那因为美国人不让这个德国卖给中国，所以这个中国有没有哪一家？因为还没有任何消息说中国哪一家做镜片的、做光学仪器的，能够做到像蔡司这么等级的一个光学反射系统那如果这两个突破了以后，另外的就是精准的这个所谓的机械构造系统，因为你那个晶片移来移去就要很精准，咔嚓砰，咔嚓砰，那是一个，那这个东西对中国比较没那么困难度了没那么困难度，最困难的应该是在蔡司光学系统，因为这个光很讨厌就像一个千金小姐一样，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要不然光很容易就消失掉很容易消失，不太容易伺候的，真的不能伺候。然后因为蔡司的光学系统那种镜面反射的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全世界只有他一家做出来。目前还没有听过哪一家公司做出来。那如果中国能够克服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这个上面，在硬体上面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的一个设备。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焦虑的事情，还有大陆现在也力拼它的算力，而且最近传出了许多的好消息同步成型。3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木犀表现推出的首款全国这个产通用的 GPU 叫做西云 C600 IPO 首日飙涨了700%。再来看到算力三雄的总市值突破了1兆人民币，包括了算力三雄寒武纪、摩尔线程跟木犀。再来就是2025年大陆的 AI 晶片市场规模达到了1780亿人民币，3个好消息，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打造100%，有机会吗？红色的晶片供应链，中美科技可以脱钩了吗？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看好，虽然说美国近期它答应这个给中国出口 H200的晶片，但是新款的 Blackwell 它还是不愿意卖给中国。对，可见美国在科技方面来讲，对中国小院高墙的这种科技管制持续手段还是有的。所以这种状况下，中国一定要想办法突破哈。那木犀可以说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木犀它的创办人叫陈维良。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上海成立这家公司哈，那这个陈维良本身他就是 AMD 的之前的员工，那所以他懂得怎么样做这种 AI 晶片。那他回到中国以后，自己成立这家公司来发展所谓GPU， 这个是 AI GPU 的一款晶片哈。设计其实他以前已经先在这上市之前。它已经有一个这种晶片出来叫 C500哈，那 C500当初的规格是比照 NVIDIA 的 A100那款的规格哈，但是它不以此为满足，它是因为这个晶片一定要持续不断的精进嘛，这个每天如果说你这个停止的话，你就是会退步，所以它现在在做的叫 C600这款晶片，那目前来讲已经成功了，
而且它整个制造过程从开始的 IP 设计，然后到晶圆制造，到最后封装测试，都是在中国一路完成的，可以说不用假借外国任何国家力量，它可以独立完成。我想也因为如此，它有这个能力。虽然说目前来讲，它比这个 NVIDIA 的这个Blackwell可能还要有一个差距，还没办法赶上。但是假以时日，它必然有机会可以赶上。尤其是说，它目前研发的是新的一款，已经开始在研发了，就是现在做到 C600嘛。对。它之后要做到 C700这一款。如果做到 C700的话，它的效能大概比照这个 NVIDIA 的 H100的水准，那就有机会更成功。也难怪这款晶片刚一上市的时候，不是晶片刚上，这家公司刚上市的时候。它的股价在当天马上飙升到700%，代表中国人民对这款晶片的信心度还是很高的。好，谢谢将军。好，今天在中美晶片战，我们带观众朋友关心。先前黄仁勋不是说过吗？他说迟早有一天的，美国啊，你别以为自己在 AI 的领域上面稳赢中国，因为两边的差距真的只剩下奈秒而已。这个话才说完，我们要来看到他还说了，说华为会取代辉达，也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确实是这样子的吧？这句话好像现在看起来已经要应验了，因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最新的消息，这是来自于华为。它的服务算力效能现在已经正式的突破了，达到辉达 H20 晶片的3倍。尤其大家特别看到的是，华为在云端服务的50毫秒时延之下，实现了单卡每秒生成可以达到2400个 token 的能力。它除了支援自己的大模型之外，现在第三方模型也都可以做支援了，不管是 DeepSeek 或者是 Kimi 等等。我们来看到华为的高层张安平他怎么说？他说现在先进制程已经不是什么5奈米、7奈米都不是重点了，现在客户真正要的是这种优质的运算的一个结果才是重点。尤其今天呢，要来特别关心的关键武器来自于华为的，就是它的超节点了。超节点的话，它就不会只是靠单卡的蛮力，而是靠整个系统战。所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说，未来它是把数千张的 GPU 集成一个逻辑单元，用这种高速互联技术来弥补传统伺服器，不管是在宽频的这个不足，或者是高时延上面的一个问题，都可以来做补足了。等于中国终于找到了摆脱美国制程封锁的钥匙了吗？这个时候，大陆的国产晶片就可以彻底翻身吗？靠着这样的技术，上志哥怎么看？哇，华为这次宣布这个 AI 晶片，简单讲就是打团体战。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在辉达晶片都是它每一个，我们讲 AI 晶片AI 晶片的每一块都非常强当然，它也有自己的，那辉达也有自己本身这些晶片的所谓的这种组装的机构，他们现在初步是卖一张晶片而已，他们也卖一个机台。所以这里头，可是呢，现在辉达的这个晶片的机台合并组装最多可以72块。因为它基本上还是所谓铜线跟铜线的交接，就是晶片跟晶片在机台里头是扣在一起，所以合并的运算每一个机台就是72片。那华为这次什么叫它的超节点？简单讲，就是华为现在所做的 AI 晶片。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会听到华为在做麒麟晶片，麒麟是手机的，这种9020，所谓的我们现在讲 AI 晶片、升腾晶片。升腾晶片是什么呢？除了那个核心的晶片之外，它还必须要有 HBM 的高速高频的部分的这种传输，所以它基本上是把这个晶片放在 HBM 上所以这里头才是我们所谓的 GPU 的这个 AI 晶片。好，华为现在的厉害的晶片是它不只是这一片，没有错。单片上它虽然输，可是我们都知道华为过去做传输系统，所以这次所谓的超节点就是华为能够刚刚讲这一整块的 GPU， 它可以不断的组装，现在最基本就可以组装超过1000多片。刚刚讲辉达72片华为现在就可以做到1000多片。然后，而且以现在的理论值本身，华为可以做到100万片连在一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新疆最近在过这些算力中心，那边要干嘛？你就可以像你在上海、北京哪里可以放100万片的这个大地方，所以新疆就很合理。所以因此，他做的就是现在推出是升腾的云算力，也就是说，他在这云服务里头就。可能最后就建一个上百万级的晶片，而华为的机柜每单位只有72片。当然，你可以买辉达啦，辉达可以买很多组装在一起。可是差别在哪里？
在辉达，它就同跟同是个物理性的接触，但不要忘了华为是做传输的，它在每一个晶片之间是用光传输。为什么它可以连到100万片以上，而且眼前就可以做到1000多片，随便就可以组装的机柜？就是它传输晶片当中，它就是所有是光在传输，所以它没有损耗。因为我们刚刚讲辉达的这种晶片当中传输都有所损耗，算力它不可能发挥算力的绝对，所以也就是说辉达现在的升腾晶片没有错，虽然还是比较弱，可是打团体战总算力来说，就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可以打败至少 H20的这样子的机柜组合，那么提供给刚刚讲，包括他们自己本身的，要知道阿里巴巴或者是 DeepSeek、Kimi 这些都是大数据模型在运算，需要非常大的算力哦。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简单讲，说华为其实找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他站在他自己所擅长的这种叠加的技术，以及至少在做打团体战当中，可能在美国来讲，很多的企业你用华为的72片组装的机柜已经很 OK 了。可是对于中国来说，它所供应的至少在全算力，因此华为走的商业模式是云算力。所以算力的总和跟辉达可能一块一块很强加起来，而且就华为现在宣布，以他们现有的这个超节点的方式，已经确定可以打败 H20的这个所谓的降阶，原来要卖给中国，但是大陆不卖。但我认为现在最大的关键没有错了，除了这种华为自己的努力之外，主要是中国。因为现在所有手段已经确定，就要让全中国都不要买辉达的晶片了。从先前说它有后门，说先前希望国产自己买，到现在直接用反倾销等同列入黑名单。所以辉达现在在中国大陆除了走私之外，不太可能。而且中国大陆既然下达这样的命令，这些原本要买辉达的这些阿里巴巴等等的阿里云等等的都不买了。所以最终这些市场的力量会回过头来买华为或扶植中国大陆自己的晶片，所以这样子的力量应该是中国国家战略思考最后的决定。好，所以这样看起来，辉达是完全的被淘汰在中国市场了吗？那大使又怎么看中国这个华为的超节点的这个技术？当然，这个技术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技术了。它除了芯片之外，还有它的连接系数，对，它的传输的技术哈。所以它这个低延时延，然后这个传输中间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过去的一些问题，它都迎刃而解。是，所以现在这个 AI 基本上就是从大的算力，然后呢，它的所谓的它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方面功能性的增强所以是一个系统性的发展。那华为是一个系统的整合者跟一个系统的开发者。那现在事实上的话，美国也在整合。事实上，这个 NVIDIA 它是以芯片为主，可是呢，它在做大算力中心的时候，它现在也开始在做。那事实上，这个川普前2天还在吹牛，我想大概是这个黄仁勋他们跟他简介，他说哇，这一个运算中心他说比一个城市还大。那到底多大我不晓得。那它的形容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事实上，在整个这个 AI 的整个这个发展系统的建构上，可以说中国大陆跟美国是举国之力在这拼得很厉害的。是。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超节点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计算的一个架构。那它是透过高速总线连接多个计算单元，然后呢提升这个算力。计算能力和效率，那么适用的场景呢，包括 AI 的模型训练、大数据的处理，然后大型数据中心、企业级数据中心及小型工作站。所以 AI 现在华为搞的是怎么样？系统的连接。是。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它的所谓的基底还是要靠它的芯片伺服器。那可是问题就是说，你这么多东西连接在一起的话，那你这个连接它中间的时延，就是说时间的延，它可以把这些技术都克服。所以现在的 AI 基本上除了晶片以外，还有整个系统的建构。那把这个大的算力给各种的这种这所谓的这种运算的这种训练模型给予它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
好，华为有了这个新技术之后，我们也来看到，所以它接下来呢已经宣布了未来3年它有一个新的蓝图，一共是3年的计划。那我们请导播帮我们 take 上面包括了未来3年的蓝图，它主要就是发展在它的升腾晶片上，不管是升腾，我们要先来看到2026年它说发展出的950PR， 这个会搭载自研的 HBM 记忆体，还有互联频宽可以暴涨2.5倍，另外还有升腾960、970等等都会持续的做升级。再来刚刚提到的超节点也会持续的做发展。最后我们来看到它也打这个 AI 的人才大战。这个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最新爆料，说华为啊给他的工程师的薪资比辉达在中国的待遇高出了1倍。所以呢，本来在这个 NVIDIA、AMD 或者是 Intel工作的这些尖端的华人高层，他们也纷纷的回流了，愿意来为华为来打拼了。3年内有没有可能反超辉达？有这么快吗？中国 AI 的华为时代真的在此刻算是正式开始、正式到来吗？华干哥怎么看？身为 NVIDIA 的负责人黄仁勋不能把事情讲得太明显，但是他很怕是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工程师私底下就讲，你要问我是多少钱被挖走的，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但是非常具有竞争力。什么意思？1倍而已吗？如果今天是只有1倍而已的话，我觉得很多在美国工作很久的工程师，他不见得那么容易被挖。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举家搬回自己的国家啊！老实讲一句，你归于回又不是那么简单。所以黄仁勋他很知道，他不但知道我流失了什么，或者是应该讲美国流失了什么，所以他认为说，现在美洲之间只有奈秒之差啊，很小。华为3年之内弯道超车，我跟你讲，明天一觉醒来，说不定你就在某些领域被他超过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国家倾整个国家之力在支持晶片产业、半导体产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老实讲一句，美国他始终没有去理解到他的问题在哪里。而且刚刚那个谁，上次有讲了，他说我干脆我跟你讲，他说他的 Unified Bus 它连接多达15488片升腾的 AI 晶片，15000多片，那怎么连啊？你是不是要等于一个城市一样？本来就是。那我们有这样子的那个计划跟场域，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连接。坦白讲一句，没有一个国家是做得到的。你在美国，你要怎么样？要先选址，再设厂，再开始开发。其实这些东西都经过很多很繁琐的行政程序，所以用这1万多片的这个晶片的连接。他说，你看那个华为的那个轮值董事长张平安他就有讲啊，未来不是5奈米或7奈米的问题，是云算力一定是要它的品质、它的优越性，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几奈米的差距，而是你的云算力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客户的要求。很多在这个全球它等于实力直牛耳这些客户，他一定要你的算力是有绝对的保障的。升腾960、970在这2年之内，到2028年之内，一定会持续的改进。所以我觉得华为在这2-3年之内，它很可能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而美国可能在这方面必须很认真的跟中国来谈一谈，就是说你是要继续，我现在 H20我都不要了，你现在到底还要限制我什么？对，我以后会有 H20 3倍的算力。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产业里面，我觉得很多惊喜啊，比它的国防武器还要令人惊讶。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这一场中美的关税战，尤其是在科技上面呢，现在全面的升级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现在遭到中方3连重击，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是成为新的筹码了吗？我们来看到，在这个马德里才刚落幕的这一场中美的经贸论坛，才刚落幕，但是火药味十足。尤其是在这一场经贸论坛正式的举行之前，我们看到美方早就已经动作了，他把中芯在内23家中国半导体高科技的企业直接丢入了实体的制裁黑名单当中。另外呢，川普他干
干脆直接亲笔写信给北约成员国，要求他们说，不准你们再买俄罗斯的石油之外，还要求他们对中国大陆课征50%到100%的高关税。中国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很不爽了。最新他们决定要迎头痛击，3大拳打在辉达的身上。我们来看到，那代表说黄仁勋在今年3次访中也都完全无效了吗？先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3大重拳怎么做。第一个重拳，他就说辉达指控他违反了反垄断法。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中国大陆让你辉达在2020年可以收购麦洛斯这间公司，这是谁？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来带我们了解哦，并且你们承诺说，让你们收购之后，你们就会给中国大陆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不歧视的原则来供应给我们这些最先进的晶片。但是怎么回事啊？到了2022年，你们美国一禁令一出，就立刻断供给我们大陆这些先进的晶片了，所以他们决定要依照反垄断法。根据了解，这是可以罚辉达17亿美元的，换算新台币大约是513亿。第二拳就是先前他的重拳哦，就是 H20，他控诉他说他有后门的疑虑，于是中国官方已经约谈了辉达，痛批他的安全漏洞有后门，具有国安疑虑。第3个重拳打在辉达身上，就是大陆开始自研替代，要来甩开辉达的晶片。这个是中国科学院的最新消息，他们推出的这一款是叫做全球首款的类脑脉冲大模型瞬息 1.0， 有多强呢？在特定的场景，它比传统模型还要快100倍。重点是完全不需要用到辉达晶片。等一下细节我们会有来宾来讲解哦。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呢，还正式的对美国祭出了一个杀招，就是针对美国的晶片长期倾销中国大陆，他们决定要来做一些制裁，因为这幅度根据了解高达了400%，市占率约41%，所以他已经点名了美国4大巨头了，包括德州仪器、博通在内，全部都会来做一个制裁哦。那这是来自于美国商务部针对这个中国商务部针对美国做的反倾销调查。所以现在辉达危险了吗？会不会完全被中国市场给逼退呢？上志哥怎么解读？辉达在被中国大陆宣布反垄断法的这个调查之后呢，当然在美国的部分的股票市场，当然就是立刻的反应是跌了2%哈，也算是严重，但是没有到这个致命性的。但我不得不说，现在总体看起来，过去辉达因为黄仁勋作为华人台湾出身的关系，以及他作为长久以来非常低姿态的在穿梭在中美2国之间，所以呢，不得不说，辉达再加上它就是 No.1， 它就是 AI 晶片跟所有这种所谓 CPU、GPU 的第一名。那么因此，过去来讲，毫无疑问的，其实在中国政府或中国总体市场对于辉达还是特别礼遇。我认为这次反垄断法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辉达过去无论黄仁勋个别身份，这个品牌、他们的技术、他们的产品，终于已经全面被拉黑了。就把它当作基本上你就是美国整个中美对抗当中的没有特例的，你就是美国那一边的，你就是美国的产品，美国的整个甚至就站在川普这一方了。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哦？当然这里头有很多的过程。前面刚刚其实史密已经讲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从辉达先前一度黄仁勋在今年年初努力的争取，希望 H20 晶片能够让美国也同意了，然后中国大陆也可以销售了。看起来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反转。为什么在反转之后瞬间整个猪羊变色？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还是有这个程序，从最早工信部说有问题，国安部说不要，官媒出来劝说不要买，乃至后来说有后面的背后漏洞，乃至到反垄断法，每个月持续的加码，到最后等于说把辉达宣判死刑。这一次的反垄断法基本上等同是通知所有中国大陆任何的厂商，你们不能买辉达了。之前是劝你，现在是告诉你不能买了。那因为都知道过程里头，辉达虽然是忍辱负重黄仁勋，但是美国是加码的要求你卖 H20 卖中国大陆的15%的毛利要交给美国政府，也就是中国大陆每买一片晶片15%，美国政府直接赚走。中国政府是谁喊的哦？你我都敢被你家的弄好利谈，直接给你美国政府比关税还更夸张哎。对，所以我觉得所有美国加码的这一些，更不要说在川普在这几个月当中，中美的科技除了刚刚
包括思敏提到的，又把中国大陆的新的一批黑名单。我举一个我们在台湾设立的例子，其实就是台积电。台积电从7月底下旬，针对自己本身的制程里头设备，全部只要是中国大陆厂商，在今年年底全部停止。然后呢，台积电进一步要求它的供应链所有的上游下游所有厂商，只要是你有用到中国大陆的厂商买中国大陆的设备，中国大陆甚至要你们的毛利交出来，有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全部要清除。所以也就是说，中国不止美国是针对辉达在骚扰中国，事实上在所有的布局，连台积电就要清干净，去中国化源头端。去干净，这就是7、8月非常动作，甚至包括连韩国。那现在韩国当然是在抗拒这件事情，台积电说他们也会努力说服。所以这样子的态势之下，中国大陆还要给辉达、黄仁勋一个特例吗？还要给他任何的机会吗？现在中美的科技对抗就是全面到底的。当然，中国大陆是不是这样子？他到底只是为了苦劝划界限不能买辉达，还是另外？中国大陆某方面自己的晶片也研发到一个程度了呢，也有一些辉达至少 H20的替代品呢。我们知道93阅兵之后的隔天，华为就公布了麒麟9020的新的部分晶片，全新一代的更新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有背后不只是扶植或抗美的因素，中国大陆还是全盘的战略布局的考量。好，中国大陆这一次针对辉达做的这个反垄断制裁，终于等于是正式宣告啦。我们中国大陆市场完全跟辉达做完全的切割了。那为什么会针对这一次辉达收购麦洛斯做这个反垄断呢？麦洛斯到底有这么重要性吗？它对于中国大陆的通讯 AI 的基础设施到底有影响有多大？美国是不是早就料到中国大陆迟早会有这一招，所以就先下了一个叫做晶片围堵大棋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阴谋在？大使又怎么看？对，其实美国事实上话，它对中国大陆的晶片发展啊，始终在它国内的这些供应商能够承受的这个市场失去市场的这个边缘哈，在不断的怎么样落实它的政策。那最后它是要怎么样？要彻底用它最大的能力哈，来彻底啊，不能说是摧毁啦，其实哈又是严重的拖好，把中国大陆 AI 晶片、AI 整个整体实力的这个进步的时程把它拖住。对，这个美国是要尽力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美国人非常清楚，整体的国际性、全球性的科技跟产业的斗争的焦点就在 AI。对，这个是决定这两个大国之间谁胜谁负、谁兴谁衰的一个关键科技。那这个科技会带动整个将来这个经济的走向。所有的这个 AI 的这个好科技跟它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种发展啊，会影响所有的产业方方面面。所以那个是一个是个火车头，后面都是什么火车的车厢而已了。对，它不只是会在你的工业生产上，它会在你的教育产业上，会在你的服务业产业上，是全方面100%全覆盖的一种龙头的科技。所以美国知道在这一场竞争里绝对不能够输。那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方面呢？最近对这个辉达开始制裁，然后把辉达的尤其 H20的这个市场把你断掉。最主要，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自己可以替代的这个相关的产品，也就是生成910C 啊，还有寒武纪的这个AI 芯片，某种程度上也有足够的能效啊，可以做替代品。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在 AI 芯片上的大的这条所有的顾客的话，他们还是习惯用升腾的，那么他没有那个决心把他的这个芯片的使用啊，转移到中国大陆本土的芯片使用。对，所以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政府用政策把这个国内的市场这个份额交给自己国内的厂商。那国内厂商有足够的这个收入跟信心以后，他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生产这个制造能力。所以这一场战争，我觉得都是看得很远的，倒不是真正今天要把这个NVIDIA 干掉，或者一定要谁，这是两国将来未来产业我认为就是谁兴谁
谁亡啊，谁胜谁衰的一个关键产业，大家都使尽全力。好，大陆之所以也敢完全的切断这个辉达，也是因为现在有自己的自产的替代方案了。除了大使刚刚我们提到的升腾910C 寒武纪等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款是最新的，这个叫做瞬息1.0，推出中国大陆推出的全球首款的类脑脉冲大模型，比传统还要快100倍哦，号称啊，那不用靠任何辉达的技术，那干哥怎么看？这个我们看了都，我觉得真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对不对？不需要靠辉达的技术哦。中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这个自动化研究所，它跟国产的 GPU 厂商合作，就是木西 Meta X 平台啦。你知道吗？它现在竟然可以发展到说，它是一种首次成功的人类脑部脉冲大模型，叫做瞬息1.0，息熟悉的息啊，不是瞬息哦，是瞬息1.0。说怎么可能呢？你可以做得到吗？他说它是借鉴大脑的这个神经元内部的工作机制，而且他把那个对话历史，就是说他专门就是他的强项是在于长对话，也就是说啊，思敏，我现在跟你有个长对话，可是我们讲的一定有很多是属于不相干的、不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大模型里面，我们要建构一个什么？我只要2%，我只要2%的数据量，我就可以把整个模型给建立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不管 DeepSeek 或者是ChatGPT， 他们都是用那个什么Performer 啊，这个当做语言的模型。可是它现在是又采用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瞬息1.0它采用什么？它采用脉冲驱动机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观念。就是说，它在对于长对话、各种形式的语言，它要建立它那个语言模型的时候，它是采用这种类脑，就是说大脑神经元内部的这样的机制去做的。这样听起来非常科幻，